我本来我的人在这儿，这个速度把我给拔到那儿去了。然后我一般就在备考的时候，一边掐地一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一位，我是 Gloria。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如何提高我们的抗压能力和缓解我们在压力下情绪失控的一种场面。Gloria 和尹恋经过上一期给大家讲过抑郁症呀、暴食症这些事情以后，准备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抗压的一些经验。我现在压力有点大。我觉得如何缓解你的焦虑和压力这种情绪，第一点就是不要压抑你的情绪，你要把它都释放出来。这个释放不是说你要去把这个火塞到你身边的人身上，而是说你可以比如说大哭一场，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当着别人，你就偷偷的自己躲在房间里大哭一场，或者你找一些比如说这种娃娃呀或者枕头啊这种没有伤害性没有危险性的物品，你在家里砸一砸，就是把你心里那团火把你的情绪先释放出来。我是之前在一本书上学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对着镜子倾诉，因为你都不太好意思对别人说的时候，然后你又想有一个人，但是你记得在你突然发泄完以后，你最后对着镜子给自己加一个油，你可以的，这一关你可以过去的，你一定可以。对对对，我们让你的释放不是说让你越来越悲观，就是说让我好惨怎么样，是让你释放过去之后可以重拾你乐观的一个心态，重新燃起勇气和斗志，往下进行下一个步骤。我养成一个平常冥想的习惯，一直以来我觉得就是对我了解自己的情绪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说我慢慢感觉到自己情绪已经起来了，暴躁之后我就会先呼吸一下，然后承认它，就是我知道我现在自己情绪不好。千万不要在你已经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还在批判自己说我怎么情绪不好，我怎么这么糟糕。有时候情绪不好它只是情绪不好，就是它可能就发生了一样。我觉得大脑特别的复杂，你可能时时刻刻你的情绪就忽上忽下。对，接着你们刚才说，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或者你男女朋友共同遇到了一件很难解决的事情，让你们压力很大，可能这件事情是你们当中其中某一个人的过错导致了这个结果，但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指责对方，指责这种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还会让你们两边的负面情绪到达一个更高的一个境地。我觉得反思是一个有意义的东西，这种指责不仅是针对对方，也针对自己。对，哪怕这件事情是你的错，但如果你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来自责自己为什么我当时要这样做，这个时候你就浪费了解决这件事情的机会，同时你又无法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帮助，因为你无法改变过去，你能做的只能是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从这一点开始去想解决它的方法。对，说起这个冥想的事情我感觉我们的视频一直要被打码，又来了。还是很推荐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冥想的，不能说习惯吧，就哪怕每天可能你静坐5分钟，你反思一下自己这一天的情绪，有不好的情绪你回忆一下，可能把它在你冥想的时候就把它释放掉。古人老说什么每日3省吾身嘛，就还是真的很有帮助的。是的，阿弥陀佛。我一直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就是在你写 paper 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就你真的非常非常的烦躁，非常非常不想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坚持把它做完，比较有动力的去做的？对于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不喜欢把事情拖到最后1分钟去做。第一步就是能多早开始着手去计划去完成这件事情就多早开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把一件比如说很复杂的 project 分成一小块的计划去完成。我觉得这样的好处就是你能有一些成就感，就完成一小块了，然后我完成了这些，就会有更有动力去进行下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会帮你捋清一个思路，就多给自己设一些 deadline， 督促自己去完成。我用的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我做这件我很不喜欢很不想做的一件事情的同时，就是去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我很喜欢整理和规划嘛，然后我一般就在备考的时候一边掐地一边那倒不是，我因为很喜欢整理，所以我就会整理笔记，但是就会花很长时间，但是我会很开心。我有去买过学姐他们的笔记，但是我发现不行就是我背别人的笔记背不下来，它不是我自己喜欢那种格式，就只是格式不一样。比如说剪一些比较难剪的视频，我在旁边就是开着电视剧，会陪着我有一个背景音，你就会开心很多。对，这点我也有同感。就当然是因人而异啦。好多人喜欢在集中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但我反而就特别安静的情况下，我会更容易胡思乱想。相反，比如说我坐在一个咖啡馆，或者我哪怕坐在餐厅，我原来有一阵特别热衷于在餐厅一边吃饭一边学习，是我一天中效率最高的时候。第二个方法就是番茄工作法，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如果不知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书，或者去 YouTube 搜索一下，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对我来说很管用，类似你刚才说那种分成小段，然后就比较有成就感，完成了一个番茄钟，他觉得哎呀我完成了一个，我现在去休息5分钟。还有一点就是你在国外留学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身边有很多不可控的变量。
我觉得你把你的担心主要是放在自己可控的一些事情上，不管是提高效率或者缓解压力，而不要把你的担心都放在一些不可控的外力上面。觉得你之前跟我说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我那是蛮有收获的，你知道吗？因为你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说啊，我现在也只能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我在家待着更胡思乱想，还不如我们出来跳跳舞，就换一换心情。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方法其实很好。你与其在那里胡思乱想，让自己越来越烦，越来越烦，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好生活的时候，你不如尝试一下转移注意力。是的，是的。举一个非常奇怪的形容，当我自己感受到我自己在钻一个牛角尖的时候，然后我会努力的让自己，就是比如说我本来我的人在这儿，这个部分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比喻啊，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在钻牛角尖，然后我会用自己指着，哎，把我自己拔到那儿去，那个地方看我自己在钻牛角尖上看这件事情，旁观者清的一个原理，把我自己抽离出这件事情来审视，换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奇效。我进了一个邪教组织，不能把自己自己的一个感悟就是学会跟你的情绪做朋友，你要倾听你的情绪在跟你说什么，高兴的时候允许自己高兴，不高兴的时候也允许自己不高兴，多对自己宽容一些，也对自己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这个情况宽容一些。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喜欢我们视频和频道的话，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分享、评论、点赞，就是这样，比心，比心，可以比心，拜拜，下期再见。